土耳其军工终于崛起了。据路透社报道，在当地时间7月18号，沙特与土耳其签订了一笔高达507亿美元的巨额军工订单，这是土耳其历史上最大的国防合同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武器吸引了中东土豪的目光？土耳其军工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先来说说这个天价订单。据了解，沙特的这笔订单并非是某一个武器，其中呢包括了引渡协议、能源和自然资源开发、太空和防务等一揽子合作协议。其中双方合作生产无人机是最令人瞩目的项目之一。根据合作谅解备忘录，沙特和土耳其将共同努力在沙特境内生产土耳其无人机及相关系统设备，这将有助于提高沙特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自主能力，并推动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和创新。对于沙特来说，与土耳其合作生产无人机将为其提供现代化、高效的军事技术装备。毕竟，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能够执行侦察、目标定位和打击等多种任务，为军队提供战场优势和战术灵活性。目前已经确定出售沙特的无人机中呢，有一款名为“游骑兵”的无人机，性能异常亮眼。下面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该无人机是由土耳其的拜卡公司开发的一款 4.5 吨级的重型中高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前身呢是在近些年表现十分亮眼的 TB2。原来土耳其在经过多次实战后发现 TB2 型无人机在作战中暴露出了诸如载弹量小、抗干扰能力弱等问题，于是土耳其国防部决定在其基础之上进行相应的改进，包括了机身、航电设备、雷达系统等等硬件，也通通进行了更换，采用了国际上较为先进的配置。游骑兵重型无人机也因此诞生。在设计方面呢，采用了容错系统架构和交叉冗余地面控制站架构，并且具有独特设计的机身和机翼，可以增强其携带各种有效载荷的能力，能够兼顾侦察、对地对空等任务。该作战无人机长 12.2 米，高 4.1 米，翼展20米，最大时速可以达每小时250公里，而且它的巡航高度在 1.2 万米左右，续航时间可以达24小时以上。它的优点呢是配备了2台乌克兰设计的 AL450 涡桨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吨，在重型无人机中呢名列前茅。土耳其称这款无人机的性能仅次于美国的 MQ-9B。相较于其他无人机，游骑兵的智能化程度很高，它安装了由6台计算机组成的双重人工智能航空电子设备，并在空对空雷达、合成孔径雷达、先进的制导系统和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新型设备的加持下，游骑兵对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十分强悍，不仅能够自动接收、处理和传输信号，为控制中心实时进行态势感知和地面侦察，还能够自动将人眼不可见的陆地目标检测入案，并且传送回控制中心。除此之外呢，该无人机还是世界上第一款能够发射巡航导弹的无人机，它的有效载荷为1350公斤，其中外挂能力为900公斤，拥有6个武器外挂点，可以携带多种空地导弹或者空导弹。除了本身的打击能力之外，该无人机还可以通过有源相控阵雷达精确跟踪空中和地面目标，引导空对空导弹和空对地武器进行攻击。而且相比于 MQ-9， 该无人机呢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便宜这也为土耳其提供了能够大量装备该款无人机的经济条件。这样一款既便宜又功能强大的无人机，难怪沙特会动心。那么土耳其是如何快速崛起的呢？土耳其军工的崛起遥想二战时的土耳其还只是一个仅有20万总兵力、连步枪都不能满员的国家。但是由于该国地处有着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同时又扼守着黑海的唯一出海口，这也就导致了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是会受到俄罗斯的影响。为了提高军队实力，在二战后，土耳其的军队活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1955年，土耳其参与了波斯尼亚战争；1992年又参加了索马里维和，和1998年又参与了科索沃战争。在其后的阿富汗战争和叙利亚战争中呢，更是频频亮相。经历了这么多场战争的土耳其深知武器发展的必要，再加上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土耳其只能在国内埋头发展，国外左右逢源。
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掌握着咽喉要道的土耳其就成了两国争相拉拢或者威胁的对象。苏联对土耳其的这种行为十分不满，搬出了1936年的蒙特利尔条约。这个条约里规定了土耳其海峡必须非军事化管理，苏方要求土耳其放弃这道海峡的主权，归各国共管。这可把土耳其气坏了，他们坚决抵制苏联的无理要求。这时候恰逢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途经土耳其海峡到他们这里访问，这让斯大林决定立刻增兵巴尔干半岛，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对土耳其进行武力恐吓。美国自然是不能看着，土耳其顶不住压力而倒向苏联一方，立刻给土耳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用于购买军火，并直接加入了北约。在加入北约之后的土耳其又趁着美国的支持，立刻引进技术升级装备。在增强军力实力这个过程中土耳其逐步实现了军工企业国有化，高效整合技术资源后，迅速让国防技术翻了一番。而此时正值美苏冷战关键时刻，没有人会在意土耳其的发展。就这样，时间来到了21世纪，土耳其迎来了黄金10年。在2000年到2010年间，土耳其的国内经济以7.5%的超高经济增长率名列前茅。接着，土耳其便结合前30年的技术沉积，重点进攻军工行业。在短短10年时间，土耳其的军火出口额扩大了11倍，猛增到100亿美金，并且还有7家企业入榜了世界100大军工巨头。从那时起，土耳其公司便开始生产步枪、装甲车、便携地对空导弹系统或者便携防空导弹系统，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各种导弹、直升机、轻型攻击机等等。到了2018到2022年间，土耳其在全球武器贸易中的份额已经从0.6%上升到了1.1%，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12大武器出口国了。虽然在2022年的国防公司100强名单当中土耳其仅剩了3家公司，但土耳其的武器出口也在这3年大幅增长。土耳其国防出口在2020年为22.8亿美元，到2022年已经上升到43亿了。而让土耳其如此爆火的原因还是因为 TB2 这款无人机。我们不得不承认，战争才是武器最有效的宣传手段。在先后经历了纳卡冲突和俄乌战争之后，土耳其研发的 TB2 无人机如今正在全球火热爆卖。根据该无人机生产商透露， TB2 的订单已经排到了3年以后了。在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购买的 TB2 在面对军事实力较弱而且没有有效防空系统的亚美尼亚时，堪称是如入无人之境。根据当时一位亚美尼亚士兵的回忆在战场上敌人的无人机引擎声音整天都在每一名士兵的耳边萦绕。为了躲避无人机的攻击，我们甚至都不敢结伴行动，只有单独出动才不会被天上的无人机所注意。根据战后数据统计显示，这场短暂的战争让亚美尼亚军队损失了185辆主战坦克、89辆装甲车、200多门火炮和数十部雷达。这些战果中的大部分都是由 TB2 无人机所取得的。而且由于纳卡冲突爆发于2020年，发达的网络自媒体等传播方式让这场战争几乎是全球直播。人们在电脑屏幕前时常会看到阿塞拜疆的无人机在空中点名地面装甲车、坦克和炮兵阵地的震撼画面。 TB2 无人机由此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大卖。而除了阿塞拜疆追加订单之外还有诸如土库曼斯坦、摩洛哥、吉尔吉斯斯坦、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等国相继下单。在纳卡冲突之后紧接着就是俄乌战争。这场战争也让这款无人机成了名副其实的爆款。尽管乌克兰在开战前仅只购买了20多架 TB2， 但在面对无人机领域发展乏力的俄军时，这些空中装备的优势马上就体现出来了。例如莫斯科号巡洋舰的沉没，除了海王星的发力之外还有2架 TB2 无人机的诱骗干扰。另外，在蛇岛争夺战中，土耳其的无人机还曾击毁过俄罗斯的猛禽级巡逻艇。除此之外还有俄军的直升机、坦克、防空系统等都遭受过 TB2 的不同程度的打击。有不少国家眼见 TB2 对乌克兰的帮助这么大，还特意发起了相关的募捐活动，为乌克兰购买 TB2。如此亮眼的发挥，也难怪沙特会花费大价钱购买 TB2 的升级款游骑兵了。而除了无人机之外土耳其最近还准备生产国产的战斗机、坦克和榴弹炮，这些产品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根据武器生产公司的声明，以前这些土耳其难以生产的武器将会在2028年投入使用。据了解，由于此前土耳其武器在战争中的亮眼表现，让许多国家对土耳其研发的战机、坦克等武器就十分期待了。
另外，土耳其的导弹、舰艇、无人机、车辆和军事软件生产商也在不断销售他们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声称这些产品都不需要外国零件，即使外国禁运也无法阻止其生产，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国际市场上生产和销售其武器。正是这种本土性较高的武器质量，让土耳其成为了一个出口收入超过40亿美元的重要武器出口国。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土耳其或许很快就可以跻身10大武器出口国之列了。这次和沙特的合作也将对土耳其产业和技术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土耳其重现奥斯曼帝国荣光的必经之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埃尔多安的再次连任，土耳其未来军工国产化的进程一定会越来越快。回想起2018年那场俄土会谈中，格拉西莫夫还因为土耳其发出的军事威胁而露出了不以为意的笑容，不知道在2023年的今天，格拉西莫夫是否还能笑得出来呢？大家对于土耳其的军工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